俄军军火库又被炸了，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真是越来越厉害了，距离乌克兰1200公里的俄军火库都能成为打击目标。加沙停火协议生效，以色列与哈马斯会趁机做什么样的准备面对防空压力？以色列决定提前服役铁树激光防空武器，人类首个经过实战的激光武器要来了。乌克兰强烈要求给 F-16进行升级，不然无法有效对抗俄空天军。精彩即将开始。横跨1200公里，打击位于俄本土伏尔加格勒的军火库，看来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再次得到了加强。乌军出动了远程无人机，对这座军火库发动了打击。俄罗斯在此储存了大量导弹、炮弹以及其他爆炸物。根据现场影片，浓烟滚滚，并且还发生了巨大爆炸，使得俄罗斯被迫疏散这个地方。目前没有消息显示乌军出动了多少架无人机以及出动的无人机型号。不过火力军想起之前乌克兰宣布的一件事情，在进入11月后，乌克兰宣布开始量产新型无人机，射程超过1000公里。据说这款无人机是仿制了伊朗的沙赫德无人机。根据一些公开消息，这款无人机可以携带75公斤的战斗部，具备强大的侦察和打击能力，无疑将为乌克兰军队提供更多的作战选择和战略优势。按照乌克兰高层的说法，目前这款无人机已经实现了量产，每月可以生产数十架。此次出动的有可能就是这款无人机。对于如今的乌克兰来说，北约援助并不能满足乌军前线需求，那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提升自己的军事自主能力。除此之外，乌克兰国有制造商还表示，目前正在致力于研发更复杂、更先进的无人机项目，进一步增强乌克兰在航空技术领域的实力。与此同时，俄军冬季攻势即将展开。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中校表示，俄空天军已经开始为携带匕首导弹的米格 31K 进行空中加油，有时候还会同时为2架米格 31K 加油。同时，乌克兰国防部还表示，俄军在克里米亚储存了800枚导弹。显然，俄军这些行为都在为冬季攻势做准备。当然，乌克兰也不是没有应对措施，除了继续向北约寻求防空系统的支持以外，还做着反攻的准备。就比如正在量产的乌克兰版沙赫德无人机，再加上其他型号的自杀式无人机，以及乌克兰研发的对地海王星巡航导弹、雷霆2弹道导弹，绝不会只是像去年那样只防守而不进攻。在外界一片争论下，加沙地区终于迎来了第一次停火。以色列与哈马斯签署了一项临时协议，双方将从24日上午10时起进行为期4天的停火，同时也将互相交换被关押人员。以色列还将允许救援物资的卡车进入加沙地带。在完成占领加沙北部、即将进行加沙南部攻势的情况下，以色列为什么会同意停火？在停火的4天中，双方又会做出哪些针对性调整呢？以色列地面行动已经持续了40余天，仍未完全占领整个加沙地带。其实真不是以色列不行，而是巷战对以色列的限制太大，总不能不顾一切进行轰炸吧。整个加沙地带城市密集，在这个狭小的区域内生活着200万以上的人，人口密度大，建筑物密集。在这种环境中作战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搜索困难，短兵相接。就连美国都觉得未来加沙可能会爆发几百场不同的地面冲突。在这种复杂的作战环境下，双方的技术与能力差距被大大缩小。在如此激烈的作战中，即使是高端武器和装备也难以有效施展。其实研究一下以色列此前所经历的战争，就能发现，以军实施军事行动的持续时间一般在30到50天不等，基本不会进行长期作战。而此次作战时间已经超过40天，无论是在人员装备还在装备损耗上，可能已经到达临界点了。火力军觉得这可能就是以色列选择停火的原因之一。另外，选择停火的一个原因当然是为下一场地面战争做准备。研究历次中东战争后就能发现，停火一直都是以色列反败为胜的秘诀。第一次中东战争时，以色列利用停火的机会，向英法等国采购了轰炸机、榴弹炮以及大批轻武器等大量装备，甚至还借助这个时间将兵力扩充到6万人，整体实力瞬间反超阿拉伯联军。
随后以色列发动主动进攻，在经过10天的战斗之后，最终占据了优势。在第2次停火期间，以色列又将军队扩充到9万余人，并紧急装备了100余架战机与16艘舰艇。在阿拉伯国家进行内讧的时候，以色列发动主动进攻，使得阿拉伯国家无力招架，先后退出战争。而在第4次中东战争，以军也是借助短暂的停火之机，接收了美国援助的大量装备，包括主战坦克、弹药等，并且以色列还借助这个机会动员大批后备部队，一举逆转战场态势，最终战胜埃及，使其多年都不敢与以色列争锋。火力军觉得这可能是以色列同意停火的另一个原因，想借此对参战的部队和装备进行休整，同时动员更多兵力，寻求更多先进装备，比如提前装备铁树激光防空武器等。关于铁树，我们后面再聊。不过以色列可以休息，哈马斯同样也可以，尤其是在以色列准备发动南部地面攻势的时候，从北部逃往南部的哈马斯武装分子同样可以借助这个机会做好与以军硬碰硬的准备，进一步加强防御，比如修缮地道，加强隐蔽性，又或者是进行人员轮换，并在以军可能实施进攻的方向提前搭建火力点等。只是各位也都清楚，哈马斯败亡只是时间问题，因为双方在兵力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在停火协议还未生效的时候，以色列就已经表态暂时停火，不代表军事行动的结束。在停火期间结束之后，以色列军队会立即恢复行动，针对加沙的军事行动至少还要持续60天。而为了应对防空压力，以色列决定提前列装铁树激光武器了。根据报道，以色列首个铁树激光防空系统已经投入使用了，比计划部署时间提前了数年。看来铁穹的压力真的有点大，要不然以色列也不会这样选择。铁树防空系统是以色列在2010年开始研发的先进激光武器系统，由拉斐尔公司和埃尔比特公司自从2014年亮相新加坡航展之后，一直处于测试改进阶段，直到2022年才正式进入运行阶段。首批系统部署在以色列南部地区。2022年3月，铁树在测试中成功摧毁无人机、迫击炮和火箭弹，未来还将推出机载和舰载版本的铁树系统。原本按照以色列的计划，2025年才会装备铁树，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迫于哈马斯的海量火箭弹，以色列只能让铁树提前入列。就拦截性能来看，铁树与铁穹是互补的，可以加强以色列的多层防空和反导防御系统。拉斐尔先进防务系统公司表示，铁树的实际用途就是拦截包括无人机在内的各种威胁，防御范围是2到7公里。为了方便运输和机动，铁树激光防空系统采用轮式底盘，系统由雷达、指挥室以及2辆配备激光发射器的战车组成。激光发射战车是这套系统的核心，配备了供电系统与复制系统，作战效率可以根据实际任务进行调整，在必要时刻甚至可以将激光增加到300千瓦，提高射程与拦截效率。当系统雷达探测到来袭威胁后，激光装置首先集成为谍阵，再进行核数，形成能量更大、攻数更强的激光束，大约持续照射5秒就可以破坏空中来袭目标，包括失灵或是提前引爆。发射仅需要电力，也就没有弹药的限制，成本更低，射速快、精度高，可以做到指哪打哪，非常适合拦截高速或高机动目标。根据拉斐尔公司的测试数据显示，铁树激光防空系统的拦截成功率高达90%。比较有意思的是，铁树还能与其他防空反导系统实时进行通信和数据转换，可以并入以色列多层次防御体系。当然，激光武器的最大优势还是在价格方面。虽然铁穹防空系统采用的塔米尔拦截弹相当有效，但价格非常昂贵。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大约有90%都被铁穹拦截，看起来很不错，但实际上是以色列吃亏。因为铁穹单个炮台成本超过5000万美元，拦截弹初期成本差不多是10万美元一枚。后来使用了大量的民用成熟组件与技术，放宽了复杂电磁环境等要求，并实现了小型化设计，使得每枚价格降到3万美元，已经很不错了。但是相比之下，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成本低于1000美元，弹身据称由水管或者天然气管制作。在对哈马斯火箭弹进行拦截时，基本上需要2枚塔米尔拦截弹才可以，花费6万美元去击落成本不到1000美元的火箭弹，就连美国都不舍得吧。而铁树就不一样了，每次发射成本只有几美元，
与数万美元的塔米尔拦截弹相比，可以说是物美价廉。以色列部署铁树之后，可以长时间使用，同时激光技术还意味着无限制的弹药储备以及更少的作战人员，运行成本更低。另外，铁树的拦截效果也不错，只需要照射目标4到5秒就能对此摧毁，同时刚好可以弥补铁穹系统无法拦截超短程空中目标的短板。就连美国都看上了铁树。根据美国陆军部的说法，鉴于铁树激光武器的成功，可能促使美国部署这项技术。美国总统拜登申请的1000亿美元紧急资金中，就有12亿美元将用于铁树激光武器。一旦以色列真的列装，铁树也将成为全球首款经过实战化的激光武器。虽然 F-16已经抵达乌克兰，但乌军并不是很满意，尤其是现有的雷达系统，探测距离远远达不到乌军要求。目前已经决定为乌克兰援助的国家有丹麦、挪威、比利时以及荷兰，承诺为乌军提供60余架 F-16AB 战机，这些都是在70年代末期从美国引进生产线之后生产的，按照批次应该属于 Block 1、Block 5、Block 10以及 Block 15。在本世纪初期，也对这批战机进行了寿命升级。不过，由于这几个国家地处欧洲西部，与俄罗斯还有些距离，所以在升级的时候并没有在雷达方面下功夫，这也导致援助的 F-16不能满足乌克兰当前的需求。而乌克兰专家认为，只有将 F-16战机雷达升级为 AN/APG-83，才能有效对抗俄空天军，否则转让的战斗机将像现役的米格29战斗机一样。AN/APG-83 雷达，也就是 F-16V 升级后的雷达，对空探测距离达到120公里，对地探测距离达到295公里，并且在面对隐身战机时也具备一定的探测能力。另外 ，AN/APG-83 可强化 F-16的多用途能力，其作用不仅是对空、对海、对地的多用途，而且包括对低慢小的无人机，可以同时跟踪20个目标。相较于原来装备的 APG-63 雷达，探测范围增加了30%，整体战场探测能力增加了220%。目前，乌克兰已经开始与丹麦和荷兰进行谈判，希望对方将援助的24架 F-16战机进行现代化升级。只有在换装 AN/APG-83 F-16才能拥有对抗俄空天军苏 35S 与苏 30SM。不知道这两个国家会不会同意？毕竟升级雷达也需要不少钱。而且美国现在正在加快交付其他国家的 F-16V， 在产能上可能有些问题，你们觉得呢？好了，本期影片就到这里了，我是火力军，咱们下期再见。